老苏啊，这回你老大回来得带你去美国了吧？美国我不想去了。怎么呢？你不是一直惦记去美国吗？听说去了美国吃不好住不好，还有啊，你说跟那边连个亲戚朋友也没有，这两口子呗，白天一上班，家里边就经常就我一人儿。你说万一我想出去，或者家里来个人，我这外语也不行啊。关键是什么？关键看着孩子添烦。对，你说这话对。哎，不过美国那地方不去也罢，我去了一次我就够了啊，没人气儿啊。你看现在咱们这儿多好，还有祖国好。我这一说不去美国吧，我这大儿子还急了。这就忙着换了个工作呀。哟，我还挺担心他呢。我说你换什么工作呀？我大儿子说了，这工作能外派到上海来，那太好了吧？他能方便照顾我。你说这不孩子一片心意吗？咱得依着呀。哎呦，这孩子是真懂事儿啊！哎，架不住孩子有本事。哎，那怎么着？你还住老二那儿？本来呢，我是想就继续跟老二那儿住了，还是老大想的周全呢。他说你老跟老二那儿住什么呀？人家小两口的也不方便呢，你跟那儿住着也不方便呢。说了，老大，干脆吧，给你买个房，你自个儿单住啊？你一人单住啊？开始我也不愿意呀，没辙呀。你说我一个人，我害怕我住那儿，万一生病了都没人照顾我呀。啊，我们老大说了，说那这样就干脆再给你找个保姆住家里头。那孩子都这么说了，咱再不答应，那不是伤孩子心吗？哎呦，那得买多大个新房？200来平，3居啊还是4居的？200来平啊！那现在房价都这么贵，你劝劝他等等啊！拦不住啊，真拦不住，老聂，你再拦他就跟你急。老大说了，我在美国挣美元干嘛的？不就是拿回来给你花的吗？你瞧，给我花的，牛，真牛！这个老大儿子可真牛啊！哎呀，是听孩子们的，孩子们一片孝心嘛。哎，老聂啊，你女儿不也在美国挣美元吗？是啊，干脆你让她也带点美元回来，你也买个房。哎呦，咱俩在一样能做个邻居。我呀，我这就够了，我知足者常乐。不是你跟你闺女说说，那这么着啊，我这房买好了，你可得经常过来陪陪我。那没问题呀。哎，老苏，你现在可是发达了啊！完了这事儿，你请吃饭啊！成，咱接着吃面啊！又吃面呀！哎呦，我有日子没吃面了。好，随你。这水多脏啊！哎呀，弄我一嘴。鉴于集团上层及蒙总家属各自为政，意见难统，纷争难息，众臣岌岌可危，故我们中层自发结成联盟，为捍卫众臣和个人利益达成一致。在蒙总病情未明朗之前，我们集体选择中立。这么做，无论对蒙总和众臣都有益无害。待蒙总抢救过来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改成待蒙总康复归来。待蒙总康复归来，我们会还他一个完整的产销体系，让众臣毫发无损。若蒙总不测，我们也会抱团捍卫个人利益，前者为义，后者为仁，于公于私均合情理，特此奉告。好，发给联盟的所有人看一遍，没有异议的话，就发给所有的高层和副总，包括蒙总的家人。好。上次让我准备的礼物已经买好了，就在桌上。小心，辛苦了。喂。哎。刚给你大嫂送饭去了。
给宝宝做了一个海鲜土豆泥。哎，你吃了吗？还没呢，刚开完会。主要是也不饿，也不知道吃什么好。要不你下班来我这吧。好。好，那我等你啊。嗯。对，所有的财务资料封存，任何人来都不许看。他们要是为难你，你就让他们找我。哎，我这边进来一个电话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喂，张总。哎呦，我还能忙什么呀？我都是忙工作上的事儿呗。啊。哦，对，好啊，那咱们下周约呗。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，没问题的。啊。行，好嘞，我等您一下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。好了，行了。哎，我还没。先吃吧，吃完再打。我真的不饿啊。喝汤行了吧？嗯，石老板手艺不错呀。嗯哼。想想我刚进公司那会儿，11点吃饭，12点就饿。哎呀，现在不行，一累一忙，什么都吃不下。是不是老了呀？是啊，知道老就好。你是不是嫌我老？多吃点吧，补充一下营养。说起来也挺逗的啊，咱俩是2个世界的人，2种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咱俩怎么就凑一块儿？可能看上我外表吧。你这个理由倒是很充分。嗯。你说以你的颜值和头脑，你要来干销售，估计也是一把好手啊。谢了啊，我可不想像你这么累，忙得连饭都吃不上。也是，那你就想干一辈子厨子？哎，当厨子怎么不好了啊？人生这么短，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哎呀，这个想法听上去很美，但很不切实际呀。不过你要真能做到，也算有智慧啊。嗯。像我这样的俗人，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，为了养家糊口，努力赚钱。姐，你缺钱吗？叫仙女。仙女，你现在做的已经不只是养家糊口了，何必为了钱放弃你的生活？我为了梦想。哇，什么梦想啊？躺在一堆钱上数钱。好无聊啊！好有趣啊！有钱人也是有有钱人的烦恼的。对我来讲，钱可比男朋友更能给我带来安全感。嗯，人啊，还是要活在当下，开心最重要。你这么说啊，是因为你没穷过。这个小分儿，你要把那个冰够弄出来，得要一大组。那你来，我来不了啊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，对。等一下。哎，爸，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？菲菲和我孙女呢？哦，那个，哎，哥来了。大哥，宝宝有点不太舒服，菲菲在家陪他呢。宝宝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就有点咳嗽。哎，那个爸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你进来啊。你们玩，我跟爸说点事儿啊。哦。哎，我敲到了一个雪花。别看了，什么事儿啊，还得背着说。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肯定是房子的事儿呗。你又没出钱，凭什么跟你商量？也是。来啊，这个怎么动啊？什
不是房子的事儿？我什么时候办呢？不办。那个爸，买房子的事能不能再过几个月？哎，爸，你别生气。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明成家再多住一段时间就行了。我不在这儿住。哎呀，爸，你别生气啊！你要是不想在明成家住，您就回老宅住。不是明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爸，我没什么意思，我都说了给您买房子，我就肯定给您买，就是吧。就是我现在的资金状况出了点问题。那个宝宝刚给他买了一个保险，再加上我上海的工作我也没去报到啊，我也没领到薪水啊，所以这个买3房1厅的首付啊还差一点。你要是现在非想出去住的话，那我就给你买个2房1厅。我说了半天，原来是钱不够啊！原来是钱不够啊！爸，对不起，买3房1厅，这首付确实有点困难。明哲，啊，钱不够不要紧，把老宅卖了填补进去不就行了？不是，这老宅怎么能说卖就卖呢？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念想。念什么想啊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赶紧把新房给我买了，你也减少点压力不是？真买？你就别再犹豫了，那房子现在是我名，我说卖就卖。行，那我就跟明成说一下，让他抓紧时间把老房子卖了。你等等，怎么了？钱的事儿，绝对不能轻过明成。为什么呀？我怕经过他手会出问题。哎呀，爸，有什么问题？你这些年一直在国外，你不知道家里状况。你知道这些年明成在家里拿了多少钱吗？多少钱？为什么要卖老宅子呢？现在房价太贵了，你大哥还没去工作呢，我想给你大哥减减压。不是，爸，这个老宅子里边有我们很多儿时的回忆，卖了不合适吧？我也想过，你大哥现在也是有家有口的人了，光让他一个人花钱也不合适。反正房子是我住，卖了老房子买新房子，里外里都是我住，这样最合适。爸，你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在老宅子里长大的。再说以后我们要是想妈了，我们还想去转转呢。活着的人重要还是回忆重要啊？那破房子空着那是浪费。况且那房子不也写着我名吗？我说卖就卖吧。给你们买房不也是卖了一间旧的再买新的吗？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？那个明成啊，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你大哥我最近经济上出了点状况，买一个3房1厅的首付啊，我还差那么一点，所以这爸不是想帮帮我吗？就想起来卖老房的事儿。其实别说是你了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哎，没事儿啊，哥，咱们完全可以换条思路啊。你别给爸买那么大的房子不就完了吗？他一个人住3居室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买大买小你就别操心了，反正你也不出1分钱。哎那个，其实爸刚才说的一些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啊。我们要以活着的人为主嘛。那个，你看老房子老了，条件也不好，大家都不去住，这空关着多浪费啊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么定了吧，明哲。哎，卖房子事儿就交给你了。哎，爸，你放心，一切有我在啊。明天我就去上海了，下周末我就回来给你办房子的事儿。那个明成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把爸照顾好。好啊。哎，哥，这样，
你出钱了，跑腿的事儿自然应该由我来，对吧？卖房子还是交给我吧，因为国内市场你也不了解，砍价又是我的强项。哎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我这么大人了，这点事儿我当然能办了。哎，你放心啊，那个真要有什么困难，我再向你张口，好吗？对，你们工作那么忙，就别操心了。那房子不着急卖。对。哎，那个爸，我先走了啊。我去送你哥。哎呀，不用送我，不用。没事，我送你。好。爸，我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别送了啊！不是送你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。说最近啊，房市很好，哎，把老宅卖了呢，这事儿我是同意的。行啊，只要你能理解就好。我肯定理解啊，我这么爱你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给爸买个3居恐有不妥。听我的，买2居足矣，剩下的钱作为投资。可是这事儿吧，就跟咱爸说好。现在把老房子一卖，买个3居不是刚好？说好的事情还可以再变嘛。我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，是我们单位扶持内部员工的，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要这个名额，没有，但是我人缘好，我可以搞定。你相信我，这个项目稳赚不赔，很快我们就能挣一大笔钱。到时候我们买一个别墅，一家人住在一起，在院里边养着鸡，养着鸭子，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鲜鸡蛋，面朝大湖，春暖花开，多幸福啊！明成啊，这个主意你就别再打了啊！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用的，专款专用，你1分钱都不能动。哎，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啊你？苏明哲，你不要欺负我的法王啊！告诉你，法律规定这个老宅子卖了，我也是有一份的，你凭什么支配我那份？明成啊，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，那咱就把话挑明白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拿了父母多少钱？你买房买车，哪样不是父母凑钱给你买的？你说你这些年来问父母伸手要了这么多钱，你什么时候还？你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啃老，你好意思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哥，妈给我的。哎，再说啃老怎么了？啃老不是本事啊，你肯有我是。你不能这么说我啊，太难听了。哎，谁跟你说这事儿的？是不是苏明玉？你别管谁跟我说的，反正这个钱你不能。你就说是不是苏明玉？这个钱是给爸买房子的钱啊！哎，你至少听我把这个项目介绍一下啊！你这太不尊重人了，老是这么固执。哎，老婆。喂，老婆，我爸这边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处理完了。我爸愿意卖老宅。真的？爸没有不高兴吧？没有，他非常愿意帮我们分担负担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老婆，对了，我现在啊就去接你和宝宝啊，我们也该收拾回去的东西了。你跟那个明玉说一下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挂了啊。可以听我解释吗？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啊？你刚说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我真是没想到啊！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你居然还敢贼心不死，还要去挪用房款来投资？哎，什么叫贼心不死呢？我也就问问大哥，问一下是我的权利，对吧？他也没把钱给我呀。你怎么还有脸去问呢？刚才大哥说了什么话呀？现在在大哥眼里，我们俩成了什么人？啊？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呢！哎，肯定是苏明玉那王八蛋又跟大哥说什么坏话了。哎呀，
你自己没有做错在先，人家有理由告你黑状啊！我是不是早跟你说过，让你去跟大哥解释清楚了？你为什么不去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作为子女花点父母的钱怎么了？妈在的时候对我的好，现在全都变成我的错了。好，就算我错了，那我不也努力的在还爸的钱吗？这个大哥误会了，他不知道可以，你不知道吗？还有爸，就爱记人黑账，有意思吗？那妈在的时候，给我钱可以拦着呀。记黑账这算什么呀？这是性格缺陷，这是。是，人家都有缺陷，人家都有问题，就你没问题。我发现我跟你这种人啊，真的说什么都没用，你听不明白。我今儿不想跟你吵架，你给我出去。你和丽丽又怎么了？没有，没怎么。你是不是跟我大哥说我坏话了？没有没有。那我大哥为什么防我像防贼一样呢？家里人为点钱翻脸？我可没跟你大哥说你欠债的事儿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大哥跟我说的是欠债的事儿？我没说，我就顺口一说吧，我不是真说。那你到底说还是没说？我没说。那谁说的呢？明玉说的，肯定是明玉说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打电话给明玉啊？有意思吗，爸？我对你不好吗？我没养你吗？你为什么要跟我大哥说这句话呢？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丽丽啊，你别叫丽丽，咱俩说。你别，你干什么你？你把门开开吧！你干什么？明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自己的问题，让爸干嘛？你知不知道爸只说我欠钱的事儿，没说还钱的事儿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是挑事儿吗？我们有什么对不起你啊？我每天下班回来给你做饭，把你养得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不，我不明白你这么说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，你早晚你要面对我的，这气我是消不了的。小咪，姑姑回来喽！哎，我们在这儿呢。哎，大嫂，哎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明天就回上海，所以今天得回去收拾行李。哦，那我送你们吧。不用，你大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更好。哦，对了，等等啊。我给小咪买了个礼物，是个小金锁，寓意是平安富贵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明玉，我们不能要。不贵不贵，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小咪，你看喜欢吗？喜欢。快谢谢姑姑呀！谢谢姑姑。那交给妈妈保管好吗？好的。谢谢。我就开门。哎，大哥。哎，我来接你大嫂。他们在里边。哎，菲菲啊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都收拾好了。好，小咪，来，爸爸抱抱。哎。啊，明月，那个，忘了跟你说了，那个房子的事儿啊，我处理好了，爸答应卖老宅。哦，那太好了呀！卖了老宅，你们就能减轻一点压力了。啊，是啊，明月，最近2天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照顾他们。哎呀，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，走走。行。工作再忙也得好好照顾自己。大嫂你也一样。没事，菲菲给我。啊，好。哎，我来吧，没事没事，你别送了，你别送了，你真的。
喂，爸，怎么了？明哲，你赶紧来一趟明成家吧，我有急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出大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哦，好，我明白了。怎么了？哎，我爸有急事找我，我赶紧去一下啊。现在就去啊？啊。那我带着小咪一块儿去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你在这收拾吧啊，待会儿带她吃点饭，马上就回来。慢点啊。你继续玩吧，妈妈要收拾东西啊。谁啊？谁？哎，我。大哥，哎，大哥来了。哎，上班去啊？啊。有早餐，你吃完再走呗。爸，朱莉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你能不能请2天假，晚点走啊？为什么？你得把我房子事儿给我办了呀，把老宅卖了，赶紧给我买新房啊！哎呀，爸，我这第一天去上班，没法请假。再说这买房啊，咱不能着急，一着急啊，这卖房容易亏了。我宁愿亏点儿，我也不想多待了。我实在是待不住了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爸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你就别问那么多了。那要不你就带我上海住。哎呀，爸，我在上海住的是宿舍，而且这菲菲还要带着孩子来，你再来，我们4个人挤不下。哎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爸，你到底怎么了啊？是不是明成他们对你不好？我现在哪敢说呀？朱莉是个什么人呢？娇生惯养，轻不得重不得。你进来你也看见了不是？而且他们还天天吵架，一吵架明成就拿我撒气，我这还怎么待呀？我真待不下去了，我要再待下去，我就得让人家给我轰出门去了。哎呀，爸，没人轰你，我没轰过。我跟丽丽吵架为什么？你清楚吧？行了，哥，今天你也在这儿，来，咱们说说清楚。咱别老在背地里说人坏话。你跟哥说我虐待你是吧？好，我们说说怎么算虐待。每天我跟丽丽起早贪黑的给你做早饭做晚饭，早饭让你吃的不合口了，这算虐待；晚饭没有准点开饭，这算虐待。我们家就一个厕所，爸爸马桶弄得乱七八糟，乱用丽丽毛巾，我们跟他说稍微注意点，这算虐待。煮粥不关火，弄得我跟丽丽早上起来差点煤气中毒，我们回来稍微数他2句，这算虐待。爸，理解我们吧。你说你吃坏肚子那回吃鸭脖子，我是不是跟你说别在外边乱吃东西？我说没说过？他是个大活人啊，哥，我不能天天把爸拴腰上。我跟丽丽都有自己的工作呀。啊，吃坏了肚子住了院，你跟那苏明玉劈头盖脸的就骂我跟丽丽，我们招谁惹谁了？
是，我啃老，我花家里人钱，我活该，我应该照顾爸，我应该伺候爸。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啃老吗？你在美国读书，那个苏明玉根本就不拿自己当苏家人。妈说就我一个儿子，他就想天天看着我，不让我抽烟，不让我喝酒，不让我应酬。我他妈也不想混成这样啊！他说一家人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比什么都强，我就一直陪着妈。好，妈走了，我成废物了。我靠，你们要求也太高了吧！我跟苏明玉，哎，好。爸说记账，说我跟丽丽欠的钱，行，我们还。丽丽这么要强，发了奖金12000。我跟丽丽说，我们出去庆祝一下，吃顿体面的饭。我们3个月都没逛过街，没吃过一顿体面的饭了。不行，1分钱不剩都得还给爸。大哥，你们一家3口团团圆圆的时候，那个苏明玉在单位里边耀武扬威，正在吼人的时候，我跟丽丽在家背菜谱。我们要照顾好爸，要吃好喝好，要健康要营养。凭什么呀？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养爸，你们养一个试试。同在屋檐下，一墙之隔。爸在这边打呼噜放屁，我们听得清清楚楚。我跟丽丽在那边有点什么事儿，连声都不敢出，谁委屈啊？行啊，明成，明成，爸，你别这样啊！你要请假，为什么呀？我爸这边出了点状况，我必须得留下来处理呀。至于这么着急吗？我爸说了，他在明成家一天都住不下去了，催着我买房。明成他们跟你爸之间有这么深的矛盾，之前怎么不知道？我爸信不过明成，不想让他插手买房的事。这个明成也真是的，他竟然想着用卖房子的钱去搞投资，哎，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爸跟明成啊，生活习惯不同，之前肯定闹过很多矛盾，只是一直没跟我说。就因为我爸住在明成家，朱莉总跟明成吵架，一吵架，明成就拿我爸撒气。今天也是这样。明成跟朱莉闹矛盾，正在气头上，听见我爸跟我说这些，当时就急了，两个人直接吵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我爸跟明成以后该怎么相处。明成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。但凡他平常做事稳当一点，你爸都不会不相信他。你跟爸说，让他理直气壮地住明成家，那房子也有他的一份呢。哎呀，住那儿当然没问题了。就算明成的房子我爸分文未出，这明成能把我爸赶到大马路上去？关键是我爸寄人篱下，看人脸色行事，这时间久了肯定矛盾越来越多，这不是长久之计。哦，所以你就要请假，不去上班。这好不容易刚到手的好工作啊，万一再出了差错怎么办呀？你忘了上一次了？那我有什么办法？明成跟我爸吵成这样，还惦记着家里的钱呢，这事交给他能放心吗？明玉你也看见了，这苏家的事他根本就不插手。你说我不管，谁管？还有我留下。你留下？嗯。你留下，你爸你妈还不把我骂死啊？他们一直说要见宝宝，好不容易说好了今天晚上回去，不行。不行什么呀？那怎么办呀？谁让我嫁给你了呢？那你在这儿一个人人生地不熟的，还要带着宝宝，我不放心，不行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遇到困难就找明玉呗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这买房卖房，这不是1天2天的事儿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你赶紧给爸打电话，让他授权我来代理，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，尽量避开明成，省得2个人见面尴尬。你再把这2天我们在贝壳网上找的那些房源资料发到我手机上，我就可以按图索骥给爸找房子了。这2天在网上查下来，大概的房价我心里有数了，你别担心了。那我也不忍心看着你整天抱着孩子来回奔波，很辛苦的。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知道就好。我这辈子做到最正确的事情，
就是娶了你。知道就好。行了行了，再不走就赶不上火车了。妈妈来喽！菲菲啊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我自己去坐高铁。房子的事儿啊，能办就办，不能办你先放着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快走吧，否则赶不上火车了。啊，行，我走了啊。慢点啊！哎，你到了以后给我发个微信。好。明总，我们可都来苏州等了2天了，如果这一单还拖下去，我回去和副总没办法交代。副总那边我会去跟他沟通的。刘经理，你放心吧，你是我老朋友了，我还能骗你不成啊？现在蒙总病危，你们公司还搞什么监理制度？你现在给我这个承诺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可不托底。理解。但众诚的事儿，我比您更清楚，对吗？实不相瞒，都是内部矛盾。反正肯定不会影响咱们俩的合作呀。那这样，你给我个期限，要几天？老刘，你来苏州那么多回，是不是都没好好玩过吧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下午安排人带你们到周边转一转。你别一见我就聊工作，你把担子卸一卸。2天，2天之后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那2天就2天。2天。等待你的好消息。好好玩。宝宝饿不饿啊？饿啦。好呀，那一会儿我们回到房间。我们就开始吃饭。哎，姑姑，大哥可真行，这事儿怎么能把你留下来办呢？这事儿不怨你大哥，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。为什么呀？爸不同意让明成买卖房子，怕他动了卖房子的钱，所以你大哥又必须得去上海，只能我留下来。这卖房再买房，它哪是1、2天就能解决的事儿啊？其实啊，买房子倒好说，你大哥在走之前带爸看了一套房，只要我再衡量衡量，基本上都能定了。主要是卖老宅，我的理想价格呢是把老宅卖到150万，但是由于我们出手急，现在房价被压到了120万，所以只能再等等。大嫂，我没有赶你走的意思啊。这老宅1天不卖出去，你还得一直带孩子在这耗着呀。那你在美国的工作怎么办？顾不上这么多了，什么时候把老宅卖到我的理想价格，我再回美国。小咪，小咪，咱们吃饭喽。呀，你画的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吃饭喽，快来，走走走，把笔放好啊，跟妈妈去吃饭。你看姑姑干嘛呢？哎，在这儿吃点吧。哎，这别给孩子吃了。行行，你们跟我走吧。不，我们不买。你们俩上我那儿住，你们住那儿我也心里踏实一点。回头我再给你找一司机，去哪儿也方便。这太麻烦你了，你工作听我的吧。小咪，走，跟姑姑走，姑姑带你吃好吃的去，快点了。有一个铜板，你摸，看有没有？没有的，我们把钱存进去，好吧？存钱，好吧？存钱。这顿饭做的真好吃，在美国我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，正宗的味道。石老板，哎，我嫂子夸你手艺好啊。谢谢。还吃得惯吗？非常好呀。多吃点啊。好。
你要是喜欢吃啊，我这几天就让他给你送餐。哎，这石老板人不错啊，又会带孩子，又会做饭。像夜里孤独的流星，飞跃在光年里找寻。浩瀚的宇宙，多少穿梭的星辰，数一数有谁同行？踏前翻过尽的水云，道成像枯荣的诗经。春夏转秋冬，哭成了泪，变了心，同一滴鲜血的表情。天荒地老，生死白头，有谁能截断如此前行？是蓝是否不语？一生厮守分离，轻轻拥抱是那么近，却是一辈子的远行。聚散与挂念，成长自一个门庭。叫天涯，也许得意是因，也许怎么都别忘了一生平